当年钱冠书提走姬家的原石，嫁祸到我家。如今叶太庭又想利用我拿下崔斯特。这么多年，这老家伙可真是运筹帷幄。等着瞧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叶董，宋小姐来了。嘿，芝芝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叔，我最近收了一些好茶，这不想着给您带过来吗？哎呦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这一次呢，我们合作非常愉快，也真是多亏了您，我才能组建新的团队。咱们是一家人，那合作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好的方案，让我们如虎添翼。看来他还没有发现那份方案是假的。叔，哎，其实今天我过来呢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想跟您商量一下。哦，你说。我最近呢接触到了崔斯特的高层，我听说崔斯特在这一次选择代理商方面，不只要在财力上面非常的雄厚，而且要在珠宝行业里面有绝对的地位和说服力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这一次我们以群星珠宝的名义去参加竞标，会不会更有胜算？哎呀，这群星珠宝最大的股东是你们宋家呀，啊？哎呀，如果我同意你以群星珠宝的身份去竞标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给您准备了一份合约，您请过目一下。跟您合作，我必须拿出绝对的诚意。我给您准备了群星珠宝4家1线城市的旗舰店，还有就是，我会拿群星珠宝所有剩余的财产作为筹码，为的就是拿下崔斯特这次代理权。这书可真对你刮目相看了啊！这4家1线城市的群星珠宝的旗舰店，这可是个大手笔呀！看来你这次是要破釜沉舟了。你都破釜沉舟了，说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啊，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支持你。我同意了，就让你们群星珠宝代表群星集团去竞标。太好了，叔，能够得到您的支持，我们这次一定能够大获全胜。爸，您来了。刚才几个股东来找我了，他们还是对你在崔斯特项目的过分投入表示担忧啊。这件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好权衡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权衡好的。这个项目我必须拿下，但事成之后我有一个要求。要求？说。把从群星珠宝挖过来的设计师全都还回去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当时创建知府珠宝的时候，我们是花高薪聘请了他们，况且还签了竞业协议，走不了，一个都走不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把整个知府珠宝送给他。你，季百贤，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些什么混账话！还以为你一心去竞标是为了打击叶太庭，我还想着怎么去游说其他股东呢，没想到你满脑子还是这些儿女情长。我去竞标崔斯特就是为了打败叶太庭，那些设计团队本来就是人家群星珠宝的。我明明知道当年原石的事跟宋山没关系，你非要挖人家团队搞垮人家公司，现在宋芝芝孤立无援，我不应该帮吗？你应该先帮你自己认清身份，你是个商人，在商言商，商场如战场呢，孩子，脑子清醒一点儿。我是来提醒芝芝小心身边的人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芝芝，
事发突然，稍后我慢慢给你解释。芝芝啊，这事儿不怪子明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是我让他保密的。子明呢，以后就是我们集团的接班人。这个集团内部的利益纷争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先帮他扫清一下障碍。叶董，你可真是运筹帷幄啊！只要这次赢得了崔斯特的代理权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啊，我们大家是双赢。你跟子明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这以后子明接了班啊，我相信你们2个人的合作会风生水起的。您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您了，是吗？也说到身边人，那要和芝芝结婚的你，才是身边人。你身边人身份的真假，你应该更加关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大胆直说了，你根本不是季白坚。你顶着季白坚的名头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今天正好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。说不出来。叶董，这份文件本来打算会后给您看的，可既然季总找上门来，那我们就当面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季白坚。这份资料里记录了8年前的季白坚和现在站在我们面前季白坚的基因鉴定。他跟季云雷毫无血缘关系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这可真是匪夷所思。魏子明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调查我？彼此，你不也调查我？季白坚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好一个见招拆招啊！大家的会我就不打扰了，走了。芝芝，子明，正好借这个机会啊，我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，以后他们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工作啊！来，坐会。不了吧，这件事情改天再说。今天的会先开到这儿，大家散了吧。子明啊，我刚才叫你，那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自从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儿子以后，你想想，哪有爹不帮儿的？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你以后在集团内部站住脚跟。我要帮你扫清一切障碍。我做这些，不只是为了集团，更是为了帮芝芝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”？这男子汉啊，不能总是儿女情长。喂，请问是宋小姐吗？哦，是，我是。您上次托我们查的那块表的客户资料，我们查到了，表的主人是一位中国先生，
叫叶萧婷。什么？这是你爸爸的手。你帮我一个忙。我儿子都进监狱了，现在我的情况要这么落魄，我还有什么能帮得上你的？你帮我站出来，指控钱冠书让你做的所有事情，我可以帮你和你儿子找一个好律师。那如果我这么做，我担心我的人身安全，这会不会给我带来风险？放心，只要你愿意站出来，这些都会被视为立功表现。这对你来说，比规避风险更重要吧？我现在需要知道有关这块表的所有信息。这块表是在叶萧婷车祸后不久，钱冠书交给我的。我当时也觉得十分蹊跷。叶萧婷车祸不久，钱冠书给了你这块表，那说明钱冠书跟这场车祸有着脱不开的关系。哦，还有一样东西。车祸之后的5年，钱冠书让我往这个指定账户汇款，我做了一下记录，几年期间汇款大概有100万人民币左右。有一次我真的很好奇，就查了一下这个户主，结果是一个孤寡的老太太。她说她的儿子因为肇事撞了人出事儿了。她儿子是不是叶萧婷案的自己？你看这个，这个银行汇款记录跟聂文之记账本上的转账记录，时间跟金钱都对得上。这张卡是用钱冠书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名义开的，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是钱冠书在用。那汇款人是谁？全兴集团天使慈善基金会，应该是叶太婷的基金会。看来，在我父母出车祸的5年里，叶太婷一直以基金会的名义给钱冠书汇款，钱冠书再把钱打给聂文之，聂文之再打给凶手的母亲。原来是这样，可以啊，老季。我就说20年前钱冠书哪来那么多钱？看来背后就是叶太婷，这些后续都要交给警方作为证据，还有这个日记本。中间明显撕掉了几页。有没有可能这几页有提到过叶太婷？据疗养院的小护士说，钱冠书倒是看过几次魏子明的妈妈。看来这几页内容要去问钱冠书了。什么事儿？老板，疗养院那边季白坚派人去查了，遗物被他们带走了，恐怕会有麻烦。还有，您让我查的前秘书聂文之。叶太婷这个老狐狸啊，竟然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自己的秘书。现在好了，钱冠书死了，哈，那就说明死无对证，他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是吧？警方还在调查，并没有立刻定性为自杀。
而且我相信，这么多年这么多事，钱冠书不可能每一项罪责都替叶太庭扛下来。对了，钱冠书死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他找你干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电话接通了，但没有人说话。挂了，这就说明还没来得及说话呀。要么是他想说，又后悔了；要么是他来不及说，被灭口了。白姐，你现在呀公开了身份，还拿出那块手表了，对于叶太庭来说，那就是如临大敌。他找了钱冠书当替死鬼，自己脱身了，现在身边还有魏子明这样的帮手，对于我们来说很棘手啊。我公开身份，就是想让他自乱阵脚。钱冠书的死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。钱冠书还给我发了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这是我父母出车祸的日期。一般人看了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对于我来说太敏感了。收到这条消息的时间是下午1点半整，分秒不差，所以我猜，很有可能是一条定时消息。有没有可能他在赌？如果董事会他没有出现，这条消息就会自动发到我的手机上。这串数字还能代表什么呢？谢谢你还能过来。之前的事情，我也要谢谢你。我们俩气氛这么和谐的说话，好像还是第一次，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的案子明天就要开庭了，我会把所有事实都告诉法官。我没想到钱冠书突然死了，我原希望他能认罪伏法，让法律来惩罚他。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吧，很多事情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意想不到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遗憾。是啊，不过我现在真的挺踏实的。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能为自己做下的那些坏事去赎罪。我想想，老天还是挺厚待我的。如果人生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，那有很多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。唉，说到这儿，恐怕还有一件事情得麻烦你一下。麻烦你转告宋珊，我很抱歉，之前是我太利益熏心了，差点害了你爸爸和之言，我真的非常抱歉。其实你爸爸，他对我挺好的。我走了。